我想表达谢意，然后就是网络商店的缺点是，就是没办法面对面聊天交流嘛。但是就是至少用信的方式，就是可以跟客人沟通。AA 的那个出发点是，我想开自己理想的就是练习场所，不必要的那个就因素太多。对，我想就是提供纯粹的运动，然后就是推广，其实飞镖运动这个东西，对，那自己就是做自己的那个自己理想的环境。如果就是同意的人，就是认同这个环境是就是不错的人，应该可以那个来我们这边练习。大家好，我是 Leo， 欢迎来到我们是仿标吧，我们来采访那个 AA 大使，是亚叔老板跟我们一起聊天。大家一定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亚叔老板在直播比赛，在那个控台那边，非常的忙碌，很忙，对，很忙碌。所以那个就是 AA 的老板，亚叔老板，你可以跟他们自我介绍一下。Hello， 我是亚史AA 的总店长。最近呢，就是刚刚Leo神说的，就是拍摄的部分 AA Studio， 是就是我在做的。我是希望就是为了台湾标界的，就是那个扩大发展，就是尽力那个做很多事情。OK， 我自己对 AA 大使最一开始的印象，我是在网络上买你们的那个标头谢谢一些杆子那些的，每次寄来都会有一个小卡片都是用手写的，很久以前开始就有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拍影片，我只是觉得说，他每一个都会写，真的是很温暖就是很用心蛮特别的。对，那是你想的吗？对啊，那个是我就因为我现在开这个公司之前是基本上一个人做嘛，那时候全部都是写那个就是写给客人，就是信，真的，每一个都写，对，没有例外。这个做法很成功是吗？因为会让我直接对 AA 有印象，然后那个购物体验是很好的，虽然只是网络上买，不是来实体店面买这样，我也觉得我有被重视到。就是怎么讲？我想表达谢意，然后就是网络商店的缺点是，就是没办法面对面聊天交流嘛。但是就是至少用信的方式，就是可以跟客人沟通。我有一个就是很深刻的故事是，我们有一位法国的客人，然后呢，我通常都写信给他嘛，然后有一天从法国就是那个一封信进来，他写信给我，然后那个就是他送我，他是在我们那个法国的那个卡片还有就是法国的那个就是有名选手的卡片给我。很开心很开心。然后去年 Super 的时候，就我跑去日本看嘛，那时候就是终于遇到本人，结果他超强，他有打败过 Boris， 真的所以他是上面的选手，还是他也是观众？他就是不是职业的，但是就是记得最高18级，很强对，但是就是他很怎么讲温柔贴心的，重点是我是网络商店的店长嘛，对，那就是怎么可以遇到就是法国的客人，真的，对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就觉得就是还是尽量就是想那个吧，表达谢意心意，就。因为我们还是人之人的那个，对，就是那个交流，对，所以就我希望就是那个啦，不只是就是购买什么的，就希望就是尽量就是保持就是交流吧，然后接客，拉近距离感，对，我觉得亚叔老板做得非常成功，谢谢，因为还没有认识你之前，我就在这边买了，对啊，谢谢，中文那么好，是当初。有在台湾学吗？还是先学了？没有，我是11、12年前第一次来台湾，然后就是后来那个我有跑去就是政治大学的语言中心3个月，但是就是跑去之前已经会讲了，会讲的原因是其实透过达标，
真的？对，我来台湾9个月，然后前面的半年就是那个决定，就是那个学中文，然后学中文我没有那个任何东西，对，先学好中文后面的3个月跑去语言中心，然后我9个月的目标是会讲，然后那个就是也那个写的也还 OK，这个程度是算成功了。对，成功的原因是其实达标。真的对，达标，然后跟台湾人讲话。对，就是我辞掉以前的那个科技的工作嘛，然后辞掉后就是直接过来台湾，然后就是找房间，然后那个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来台湾？喜欢台湾，真的。对，还有其实我原本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飞镖以外的人生目标是，我想学人，就是我是日本人吧，日本人我觉得拥有特别的文化，有好有坏啦，就是我在日本生活工作的时候，觉得就是日本太特别，那个好的地方是很好，但是不好的地方是就是真的太特别，然后就慢慢开始了解，其实我应该要跑去国外才知道文化上的差别啊，其实一定全世界是这样，不可能，对，所以就。我决定就是跑去国外，那就是跑去国外想学文化的话，一定需要学语言，我觉得。然后就是那当时啦，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是中文跟英文，对，所以想学中文跟英文。然后就是我觉得中文，首先学，然后就是台湾，因为那个很安全。然后我很喜欢，本来很喜欢，对，所以就我决定先来台湾，对，没有，后来我跑去马来西亚，后来也有去马来西亚，对，也有去那边住过一阵子，对，然后最后决定在台湾发展，对，就不知不觉就是那个怎么讲跟飞镖的距离越来越近啊，然后就是朋友也越来越多，然后我慢慢发现，其实有需求，那因为我本来未来想创业的，那就我好像可以就是往飞镖的方向就是发展。很有勇气耶，在现在打标环境也越来越好嘛，但是在亚叔老板那时候在创 AA 的时候，我相信应该也是要很大的勇气才可以决定用飞镖去当做收入吧。对，算是，就是因为日本就是那个比较先发展这个东西嘛，然后台湾就是当时是就是真的几乎都是酒吧，对，然后就没有纯粹的就是那个嘛飞镖运动的对环境，对，有是有，但是就是没什么那个怎么讲发达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就是我来台湾，我如果就是可以开飞镖店，然后就是其实 AA 的那个出发点是我想开自己理想的。就是练习场所，对，如果因为那个就是那时候飞镖有距离吧规则嘛，都是其实外面蛮多乱七八糟的，距离不对啊，然后这个贴着下面的那个不一定准，对，然后或者就是机台歪歪啊，但是就是因为比赛的规定都有嘛，对，还有就是灯光太暗啦，然后那个低消太高啊，就因为我之前以前。跟你一样，就是镖手吧，我常常打比赛的那种，认真打镖的，所以就是我感受到，还有我不喜欢烟味，对，就觉得不必要的那个就因素太多，对，我想就是提供纯粹的运动，然后就是推广，其实飞镖运动这个东西，对，那自己就是做自己的那个自己理想的环境，如果就是同意的人，就是认同这个环境是就是不错的人，应该可以那个来我们这边练习。有感受到。亚叔老板，你现在还会想要比赛吗？比赛？办比赛吗？你去？我不要，我不要。重点是那个啦，实力的落差太大。以前。虽然就是我没有那个像你那么强，但是我也以前就是还不错啦，还不错。但是现在还有受伤了，其实受伤了。对，现在就是丢镖有一点痛，所以就对啦。但是就是很喜欢打镖，是没错，只是就是因为那个吧。就是很痛啊，所以就天哪，好难过。我每次听到有人就是因为手受伤不能打镖，我都会很难过。对，所以就
还是喜欢打标，所以就我现在的愿望比较像是就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那个选手就变强，然后如果就是活跃的话，好像就是就很开心。对，就是像类似就是我的荣幸那种感觉。对，就是你会觉得刚来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台湾人好像比较没有礼貌，还是没有礼貌就是台湾人讲话比较直接。对啊。你刚来台湾的时候，你有这样觉得吗？其实，重点是我比较喜欢就是直接说的文化。我在日本我比较特别，因为我直接说的人。我是直接说，然后就是大家都婉转的说，因为我以前是对以前是业务啊，然后那个就是我跑去那个中大规模的公司，然后就是那个跟那个就是科长部长就是比较上面的人约，然后聊天，他们重点是超级有礼貌，对，但是超级有礼貌等于超级就是那个啦，婉转的，超级婉转，然后有时候就是我要读心，懂意思吗？我知道，他说 A， 但是心里觉得 B， 对，然后我就是那个能力是越来越就是那个啦进步啊，但是就觉得那个必要吗？那种感觉，为什么没办法直接聊？对，直接讲，对，所以就是我比较适合台湾。所以你反而那我懂了，那我知道了 ，OK， 好。一个想要特别问的就是 AA Studio，AA Studio 因为上次呢。我跟鸭鼠老板，我们有一起合作，就是我主播嘛，主播比赛，然后对赛评，对赛评，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以前还在比赛的时候，我当然就有看到鸭鼠老板在那边弄，然后那是我这次去当赛评的时候，我们就弄了一整天嘛，一天半，我觉得鸭鼠老板超级神奇，你很像章鱼哥就是我朋友真的这样跟我讲，我说你有看到鸭鼠吗？他说有啊，他一个人弄，然后他这样，然后就手很忙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太厉害了，就是我看一整天，那个跟我去比赛稍微看一下不一样，稍微看一下可能就觉得你好像在弄什么？但是因为我跟着你一整天嘛，对了，我觉得哇，太神奇了，就是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他不太能休息，然后吃东西也要赶快吃一吃。好险他没有抽烟，就是连抽烟的时间，因为像我是有抽烟的，对，所以比如说到8强的时候就不能走了，因为可能32强可能还要等一下这样子，可是。到8强就是不行了，这场播完要赶快继续下一场，尤其你的工作更多，然后我就想说，我第一个想要聊这个就是我真的很佩服你，而且是一个人弄对，太神奇了，就是这个不可能一个人弄的，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应该要多一点人，怎么会想要学这个，就是做 AA Studio 直播比赛啊这些，而且应该花很多钱。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拍影片嘛，我其实大概看过那些设备，所以我知道他们的价，像那个雅马哈的那个应该也不便宜，然后还有摄影机1支2支，跟一些 layout 的东西，就是我都大概看了，可能大家看不太出来啦，但是我看我是觉得很神奇，就是很厉害的，对啊，他怎么会想要开始做转播比赛这种？这个也有缘分有关系吧。我就是那个以前就是有机会那个怎么讲接触到就是这一块，然后就是稍微学习，然后就觉得那个怎么讲，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想推广飞镖的话是必要的。然后因为那个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谁就是那个知道，有台湾有这么厉害的选手什么的。对，然后后来就是自己研究，其实基本几乎都是自己研究的，然后就慢慢就是进步，对，就我的动力是因为那个嘛，就是日本有 Japan， 对，还 Perfect， 对，都有职业比赛，对，然后香港也有 Hong Kong Tour，
但是台湾好像就是没什么好直播了，我就是我觉得台湾选手的知名度不够，对，所以就因为一开始就是有稍微了解这个东西嘛，那我觉得就是自己发展到就是尽量就是拍好看一点，然后对选手来讲也就是值得看的影片。对，如果我可以提供这个东西的话，应该可以帮助到就是台湾标界的发展。对，我是这样想，然后做的。一开始是先在自己店里没有，一开始是就是写剧啊，一开始是写剧，以前那个就是什么绝对王者。那个时候就在弄了。对，那时候就是写剧而已。对，就是人不过，然后就我写剧，对，是这样子而已。对。我看到有非常多角度。你的那个 monitor，因为我那时候在当赛评嘛，所以前面有一个小的，9个镜头对，其实用的是更多啦，那个是因为再小就我看不到，所以就是我用9个而已，其实大概有15到不到20，15到20左右的，差不多吧，画面，对，你是有用1倍2倍去切吗？同一台？还是说你就是15支摄影机？有时候就是啦，就吧，譬如说有标靶没有标靶之类的，就是切换也有，对。15个 setting， 对。好，非常厉害，就是希望亚叔老板去加油。我想再进步一点啦，对啊，还有空间。那你这样每次比赛就是从提早1天去。差不多对，那些东西，因为 setting 需要很久。对，我看你贴那些线拉线贴在地上拿过来，太多线了。现在我当赛评的时候是第一次跟亚叔老板有长时间的接触，然后我是真的很喜欢亚叔老板给我的反应。谢谢。就是他会跟我说，6场这场讲的不错，然后6场这场讲的不行。我其实是很 OK 的，就是我很喜欢你跟我说你这场不好，然后你这场好，就是好跟不好都有讲。那我觉得这样很有效率，就是这样我改会比较快一点。对，因为6场我觉得很聪明，所以就觉得就是值得说，就是说就有机会马上改变。其实当时也是，就是我说 A 的点的时候，你就是下一场就马上尝试改，然后就是后来就讲得很好的也有，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就是怎么讲，发展性，因为6场真的有，对，所以我觉得就我是不好意思太直接讲了，不会，你可以非常直接跟他，因为我是喜欢因为我觉得这样速度比较快，因为我不觉得这个是恶意。就是我觉得建议对，一定不是恶意，因为我们在一起在为飞镖做一件事情嘛。那你觉得这样不好，那我可以改我就改。那如果我改不到，那我可能也会跟你说，这个我没办法改，可能我有我的想法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这样很快，就完全不会因为这样不喜欢亚叔上的，更喜欢你了。太好了。对，所以尽量直接一点，我喜欢直接一点的。对，而且对我来讲啊，如果Leoさん的赛品就是越来越好，你经验越来越多，那即使我们可以一起贡献标界更多嘛。对啊，因为我一开始想要做赛评其实我不是想要做赛评，因为我自己啦，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就是比赛在讲话的人，当然可能是，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播比赛2个人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信吉桑跟熊哥，那我觉得他们很专业嘛，他们可以讲非常非常多东西。那我觉得主播，我比较想要当主播，就是我会是带气氛的人，对。那专业的当然没有他们专业嘛，因为你看他们拿的比赛更多，然后打的时间更久，或是等级可能17、18级，那对我来说，我把我自己设定成是主播而已，主持人而已，主持人，对，然后专业的他们讲，因为我很喜欢看台湾的棒球嘛，然后我很喜欢
台湾的棒球主播，就是他会一直讲，然后很吵。然后我也看过日本的播比赛的方式，我觉得两个都很棒，但是就是台湾有台湾的一种风格这样子。对，所以台湾的啦啦队很吵嘛，台湾看棒球很吵嘛，那日本比较整齐安静一点，对，大家鼓掌都会很统一鼓掌这样。所以我当时是想要尝试播飞镖比赛，是我想说，我可不可以把台湾播棒球的方式带进来播飞镖这样子？当时是想要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好像可以平衡一下，可能不用像棒球比赛那么吵。因为棒球比赛有点太吵了，就是讲太多了，拉回来一点可能还不错。之后会继续尝试啦，我希望。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就是很多方式有那个好处跟坏处。对，我就觉得很难讲哪一个比较好的。我觉得就是多尝试看看，因为那个我也是嘛，就是拍摄的时候，其实我尝试很多东西，对，然后就是自己再看，然后就觉得这个切法就 O 不 OK， 就是这样改善比较好。我每次其实这样子复习的，对，才知道就是那个啦，这个点子好不好？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多试试看，这个才是重点啦。之前有看到亚叔上有上那个新闻的采访，那时候有说，刚刚有提到，就是当时的飞镖机通常都放在酒吧或是撞球场。对。那现在有觉得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吗？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最近感觉是什么？我很感动啊，真的很感动，因为我本来想要的是就是像现在这种东西，就是因为 OK 现在国小也有社团，对，国小国中也有蛮多社团，然后现在就是不止 U18、U12的比赛也有，U12是国小啊。对啊，就简单来讲，差不多国小限制嘛，就是国小限制的比赛也可以，就是办，等于就是有那么多标手在台湾里面的意思。所以这个等于就是他们不可能就是在酒吧喝酒打，不可能。所以就是他们是就是基本上是往那个纯粹的运动的方向走嘛。对啊，跟那个可能就是爸妈就是班聚一起玩，对，然后这样子那个。从小孩子练的人，就是那个长大的时候越来越活跃，然后就是那个看那个这个活跃的厉害的标手，下一代的小孩子，就是长大的时候又变强。其实我觉得需要这个怎么讲良性的循环，对，这有这个东西才能就是那个发达，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国家的运动，那个国家的飞镖，对，我们的话飞镖嘛，对，其实正循环，对，所以就我希望就是以后也是持续这样子，那现在就真的对我来讲很开心，我想怎么讲实现的未来是这样子，对，我应该多多少少帮助到，对，有啦，可能没有那么我的力量是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是至少因为我们店家也是就是有蛮多就是那个爸妈带来小孩子对练习的，对，那我觉得就是需要这个环境，像没有抽烟蛮重要的对，就是我记得以前有一些朋友的小孩，他带小孩他来打标。然后就一定要找那个没有抽烟的地方。对，一定要。还有就因为确实我是爸爸的话，就是那个不想让小孩过去就是那种就是满满的烟味啊，或者就是那个就比较像不良感觉的地方，对，很担心嘛。对啊。采访的影片是好几年前的嘛？对啊。对，那当时你有说。你的梦想已经达到一半，当时你是说达到一半，那现在呢？现在有超过一半吗？超过了，只是就是我真的希望的是从台湾就是那个出来一个真的很厉害的明星，如果可以获得世界冠军之类的话，因为以前日本的那个就是标界都没有注目台湾，现在。普波、吕安山都就是那个跑去 Perfect 拿过冠军，这两位，对，其实不止这两位啊。现在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拍摄嘛，所以我认识就是更多蛮厉害的，有那个就是潜力的，其实有可能拿到就是18冠军的选手不止一两个，对，那他们出来，然后说台湾选手很强，这样子的话，台湾的那个标界的未来不一样，我觉得。
OK， 对，好。现在因为台湾的话，就是很有名的是棒球，棒球有很多就是那个厉害的选手，对，但是就怎么讲？飞镖还没到那个程度，对，还没有。对，但是如果未来，就是世界冠军是既是台湾人，那很开心，是不是？这一定会很开心。对啊，真的，对啊，所以就是如果有这个就是出来的话，我的梦想就是真的实现，对啊，很好玩的，就是知道很多选手的故事，有些选手很可怜很穷。然后为了飞镖，就是省吃俭用，哇！然后我听了好感动，就是他有可能为了飞镖选择他现在的工作是可以配合飞镖比赛，这是要花多大的勇气去做这件事情，是你的人生，然后都投入在这个运动里面，太厉害了，太厉害，真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值得拍出来。我那时候拍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哇，这个应该大家都要知道，因为平常你在比赛看到他就喝醉啊，跟笨蛋一样啊，就喝醉，在那边玩嘛，然后你不知道他那么辛苦对啊，大家穿上标服是选手，然后就开开心心这样，对啊。然后看安生，我也算是认识安生一阵子，他也有跟我讲他比较辛苦的地方，对，可能那大家不知道嘛，大家觉得说安生好爽都可以飞出国打比赛，但他背后也做了超级多事情来让他可以去打比赛这样子，对啊，那这些都不会有人知道，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对啊，我真的佩服选手们啦，好厉害，选手真的佩服，很厉害，很厉害。我在 AA 的时候，我是觉得 SA 还好。你打帽子，我也打帽子嘛。那可能我练得不够而已。我也可以打 Quickie 5点多、6点多，偶尔这样。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你们还好，我也可以这样。然后打到15、16级的时候，他们好厉害啊！他们怎么？越靠近那个等级，越觉得他们好厉害他们怎么办法每一场都这样？有些选手是真的很可怕，你看得到他喝醉了，他已经没有意识了，他已经醉成，你知道吗？他就是我们在比赛上，可能你看到他已经这样，他已经喝醉成这样，他说换你打，他上去，砰砰砰砰砰砰砰。太扯了吧！然后打完之后又这样，太神奇，太厉害了，对啊，所以那时候很好玩。然后就这些是我现在觉得标圈很好玩的地方。我以前去比赛的时候，我只在乎我自己，我就去，然后我是哪一组，我哪一组有谁，打，赢了继续打，输了我回家了。我其实没有看到别人，我只有看到我自己而已。然后我觉得很浪费时间，像现在去比赛就是会多认识一些人，不只是因为做这个，没有做这个也可以多认识一些人，然后就可以多问他们说，你在哪里打标？我可不可以问你？我可不可以找你这样子？以前我都不会做这些事情，然后我现在就很后悔，我就觉得说，哇，太可惜了，我浪费很多时间。其实可以多认识，然后多去问他们，说不定我会早一点变强。对啊，就是想要拍这些东西给大家知道。差不多吧，对，差不多。我就是真希望就是那个请Leo想持续下去推广，然后那个就是我真希望那个就是一起那个就是贡献台湾的标界，创造未来。可以啊，对啊，之后可以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最后就是第二压速上，然后跟观众就是最后想要对正在努力打标或是想踏入飞镖圈的朋友，就跟观众自己讲一些话，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如果 想变强的话，最重要的是续航力。所有东西都一样，就是 AA 也是，就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困难，真的很多困难，然后就是真的就很多挫折啦，只是就做下去，就那个终于做10年，对，我觉得飞镖也一样，就是那个嘛，有很多挫折，然后就是可能就是一直瓶颈啊，等级不会上去，
有可能就是掉下去。那的时候就是希望不要那个直接放弃。然后因为那个等级是个数字而已，就是我觉得重点是就怎么讲，给自己多一点信心，然后就是那个持续加油，才会有就是更厉害的未来嘛。然后就是我觉得透过飞镖，尤其是飞镖比赛，就是那个累积到的那个经验，一定可以活用到人生。飞镖的那个就是紧张的感觉啊，那个很特别。对。我就是以前是田径队，然后就跑步，跑得还 OK，但是就是跑步不会紧张，就跑而已啊。对，飞镖全力跑就。对，飞镖是这一镖中不中就完蛋了，可能对啊。那个 PDC 世界的话，这一镖的价值可能破100万台币啊，对不对？真的，就是这个是我觉得飞镖有趣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追求这个东西，可以就是磨练心态，也是个飞镖的一个很怎么讲？很有魅力的地方。希望大家不要放弃。然后，如果就是想学习练习的话，也可以过来找我，或者就是我们的教练小黑也有。对，希望就是大家一起就是怎么讲，协调进步。影片结束了，希望大家按赞、订阅、分享，支持一下Leo Darts，还有 A Darts。没错，还有 A Darts。拜拜，谢谢，拜拜。